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那就是我们学校来的新校长吧？看上去还挺年轻的，我还以为你会是下一任校长呢。2008年秋季，广西某小学内新校长梁大伟正在校园内巡视检查，身边簇拥着不少人，身边的人忍不住啧舌，得到的是身边女子的呵斥：你这话我们之间说说就行了，可别出去到处乱说，等下还以为我们对新校长有意见呢。女子叫做黄小丽，是这所小学的副校长，已经在这任职10多年，一直勤勤恳恳做事，拿下不少奖，为人认真能干。黄小丽时年38岁，在上一任校长调任后，所有人都觉得黄小丽该升职了，提前说了不少恭喜。只不过谁也没料到，黄小丽没升职，而是从另外一所小学调过来了一个校长，不免让人对黄小丽有些遗憾。有什么可惜的？我们干这行的，不就是为了学生们努力？只要这个新校长有能力，能为孩子们助力，那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听到黄小丽的一番话，身边的人也不再多说，感慨着黄小丽的无私。而说完这些话，黄小丽也走上前，和校长梁大伟打起招呼来，同时也热情地帮忙介绍起学校的各个方面来，很是细致入微，能够看出黄小丽工作的认真性。梁校长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一幕很是和谐。接下来的日子中，黄小丽也竭力为梁大伟打着副手，两人看上去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在会上，梁大伟更是公开称赞黄小丽的工作做得不错。就在所有人感慨学校来了2个好校长时，2009年10月17日，一场意外却降临在了这个学校头上。梁校长，你也过来加班呀？当看到周末梁大伟走进学校时，路上撞见的保安很是诧异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连忙笑呵呵地拍着马屁：梁校长可真是用心为学校付出，学校在您的带领下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梁大伟闻言，只是淡淡地点了一下头，并没有太多的情绪表露，只是在听到那个“也”时，神色一顿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我先进去了。保安为什么会说“也”？原因也是因为身为副校长的黄小丽也和老师们一起，趁着周末还在学校里加班。保安正感慨着2个校长的敬业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在学校中传出了一道道呼救和惨叫的声音。眼前的一幕让人头皮发麻，就见原本在办公室里加班的老师们，一个个惊慌从办公室中逃窜出来。过了几分钟后，又是连滚带爬跑出个头上带血的女老师，往外狂奔，逃窜进了另外一间教室。而紧接着，梁大伟就持着一把刀，恐怖而又阴森地从教室里走出来。而隔壁校长办公室的黄小丽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。报警！报警！惊魂未定的众人赶紧报警。而趁此时候，梁大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往楼顶跑去，来到了教学楼的顶楼。当警方赶到时，瞧见的便是梁大伟持刀不断威胁着，挥舞着手上的菜刀，大吼道：你们不许过来，不许过来！梁大伟的情绪十分激动，警方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不断地和对方僵持着。一眨眼几个小时就过去，直到梁大伟逐渐变得疲惫，民警便抓住了机会，假意以送水和食物为由，和梁大伟对话，放松其警惕。也就在这个瞬间，民警迅速搭上梯子，抵达了楼顶，并将梁大伟控制住，抓捕归案。
校长办公室的黄小丽已经当场身亡，而受伤的另外一名女老师则被送去医院治疗，并无生命危险。这场事件共造成了1死1伤。等到梁大伟情绪稍微冷静后，了解完现场情况后的民警将视线再次落到他的身上，带着明显的不解。据我们调查，你和黄小丽关系还不错，对方还在工作上对你各种帮忙，你们2人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对无辜的黄小丽痛下杀手？就看到梁大伟在听到这句话后，原本稍微平静的心情再次变得波动起来，几乎是尖锐着声音开口，语气带着浓浓的憎恶，一字一句开口：“你说他无辜，你们是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对我的，你们可以去查他的东西。”民警觉得这其中还有他们不知道的内幕，没有打断他的发言，便引导式的开口：“是吗？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？”而梁大伟也被民警调动着情绪，跟着民警的节奏开始发言。只不过他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，却让民警心中一惊。他根本就不是诚心的，你们都被骗了。这句话掷地有声，几乎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。在梁大伟的讲述中，黄小丽在这里工作多年，事务比较熟悉，而底下的老师和人员也更听他的话。相反，梁大伟这个校长则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了。为此，梁大伟和黄小丽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，闹得不是很愉快。梁大伟算是新来的校长，在学校里的根基也不深，再加上他凭视频为人比较严肃认真，性格也比较内向，在学校根本就没什么朋友。而黄小丽看起来和他却完全不一样，两人不管是在性格还是对事物的一些处理上，看法也都不尽相同。而梁大伟虽然作为校长，但是威望并不高，甚至还不如黄小丽。梁大伟一向高傲，因为这件事心里对于黄小丽也有些生气，有时候看到他连个招呼都懒得打。但是尽管这样，黄小丽依旧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对他尊敬有加，什么事情都会找他一起商量，关于学校上的一些事务也都会让他过目。黄小丽觉得只要自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，那么梁大伟就没有办法为难他。可是尽管如此，因为两人处事态度不同，在一些意见上也不一致，而梁大伟觉得他是校长，很多事情都是他说了算，而黄小丽在他这里根本就没有话语权。可是黄小丽却不那么想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她总是以学校和学生为重，做的也都是一些有利于学校的事情。一次学校要求改善伙食，每天中午都给学生供应牛奶和面包。黄小丽对于这件事情很同意，去找梁大伟签字，希望他能够同意。本是一件小事情，梁大伟也问了他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，黄小丽都一一回答了，而且回答得很好，就等着梁大伟签字了。可是梁大伟却总觉得程序不齐全，让他多做几个方案出来。黄小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，但是对于领导的话，他最终还是没有反驳，觉得梁大伟或许有他的道理。黄小丽问了梁大伟几个需要修改和变动的地方，随后又将新的方案拿给了梁大伟看。这一次他仔仔细细检查了好几遍，都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可是梁大伟收下之后却依旧面无表情，也没有说自己究竟是变还是不变。一旁的黄小丽站了很久，但是梁大伟却一直没有注意他，也没说他同不同意。黄小丽询问了好几遍，最后梁大伟终于说可以了，黄小丽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是梁大伟却没有签字，
而是让他过几天来拿。黄小丽也同意了，却没想到发生了悲剧。不过，如果仅仅只是因为一点工作上的矛盾，梁大伟就会如此极端对他下手吗？民警总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看着有些癫狂的梁大伟，民警找上了梁大伟的父母，又走访了附近的村民，却发现了一个惊讶的事情。梁大伟曾去过精神病院看过病，从农村出身的梁大伟，凭借着努力，一路走出农村，考上一所师范大学，继而1996年毕业返回老家。而梁大伟的晋升也很快，在几个部门待过一段时间后，1999年边担任了某所小学的校长。在众人眼中，这样的梁大伟无疑是十分优秀的，但优秀的背后同样藏满了辛苦。为了能当好这个校长，首次上任的梁大伟经受着不小的压力，甚至变得焦虑失眠，经常睡不着觉，感到头痛欲裂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之后，梁大伟的情况愈发严重。有一次，梁大伟甚至趁着家人不注意，还服下了安眠药，准备自杀。幸亏被发现及时，这才救了回来。而这次自杀行为发生之后，家人便怀疑其精神出现了问题，于是便带着他前往了精神病院看病。不过在医生对其进行检查后，便表示不需要住院，只需要按时吃药就行，便开了1个月的药。然而吃了药后的梁大伟精神状况还是没有好转，甚至村民们也能感觉到他精神出现问题，时常能看到梁大伟半夜在外面踱步，有时候还会带着儿子晚上去村头唱歌，惹得村民们频频侧目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精神存在异常的梁大伟还依然在学校上班。而就在案发前，黄小丽再一次指出他的工作问题。我认为这个方案不行，短短9个字，却引爆了他的情绪，最终出现了这场悲剧，生命葬送在38岁。警方对其进行精神鉴定。根据法律规定，精神病人若有犯罪行为的，应当根据其做出犯罪行为时的精神状态进行处理。若其在犯罪时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，则不承担刑事责任。倘若鉴定梁大伟在犯罪时精神是存在问题，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，那么根据法律，梁大伟极有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。但反之，如果梁大伟在犯罪时能够辨认或者部分辨认，也依然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但这一切还需要等到警方的鉴定结果出来。如果确定犯罪时精神正常，依照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标准，等待梁大伟的将会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本文为真实案件改编，破解犯罪心理，捍卫正义人间，探查人性阴暗，杜绝犯罪发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